第5节就是 P+4 的一个系统架构的介绍。然后在 P+4 的系统架构中有2个比较典型的系统架构，就一个就是单独的我们只用飞控，也就是飞行控制器 FCU， 另外一个就是飞行控制器加机载计算机，也就是板载计算机。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飞行控制器。飞行控制器的话，一般就包括硬件就包括飞行控制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飞控。然后它其实里面运行的是 P+4 的飞行对战，也就是软件。所以说飞控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飞控板。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就把 P 号4理解成飞控。然后电机那也是必须要有的，就是接到飞控板中，然后进行飞控板中的一个 PWM 的一个输出，然后还有一些 UV 看口，然后分电板等等。然后还有一些接口，就硬件接口，就 I-C、SPI， UART 就可以连接一些传感器，比如说 GPS、罗盘、气压计、光流、TF Mini 等等。还有一些就硬件包括相机或者是其他负载，比如说像吊舱吊舱可以通过 PWM 输出或者通过 Marlink 来进行控制。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通信链路。通信链路的话，一般我们用 WiFi 授传或者是1对1的点授传。WiFi 授传就刚才看的最后呢 P 号4上面的一个通信链路。然后点对点授传的话，就可以刚才看到的一个 P 号 2.4.8 上面的用的1对1的点对点授传。最后一个就是遥控器 RC。然后软件这边的话，基本上分为堆栈，也就是我们就 P+4 飞行堆栈，它实际上是在飞控板上进行运行的代码，也就我们所说的你的固件代码是多少。比如说你的固件代码是 v1.1.1、1.11.1 版本。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就 QGC 地面站，这个可能是需要在我们地面站电脑上进行运行的一个软件。然后也可以用其他像 Marvel SDK 或者是其他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 进行控制，这个也属于软件。然后总体来看，你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的话，像中间的一个飞控模块，然后它可以挂 WiFi 授传 ，WiFi 授传可以通过 Marlink 进行与板载计算机进行通信，就我们可以远程监控飞控模块。然后接收机，那我们就通过遥控器进行控制飞控模块。然后飞控模块上面肯定还要接一些电机，最后的执行模块。然后像一些接口，像 I-C、看口、SPI、串口，它都通过接一些传感器，像距离传感器 MU 气压计、GPS 等等，进行数据的融合。然后也可以挂载一些就负载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云台相机，可以通过 Marlink 协议进行一个通信。而软件这边就是 QGC 地面站，然后 ROS 或 Marvel SDK。当然软件里面也有它的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也就是 NUTTX。然后就包括一些上层命令、中间层和驱动，这个我们可以在下一节中具体讲解，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单纯的只用一个飞控进行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现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就是飞控加机载计算机，也就板载计算机、机载电脑的一个架构。然后飞控的话，一般是运行我们的就固件、代码固件，而机载计算机的话，板载计算机的话，提供一些高级功能，比如说避障、跟踪。然后2个系统的话，基本上是使用串口或者是局域网的 IP 进行通信连接，然后使用 Marlink 协议进行相互通信。而地面站与云端的通信一般是通过板载计算机的路由进行通信，比如说 Marlink Router。这个是飞控这一端的。然后板载计算机这一端的话，是通常运行一些 Linux 操作系统。目前主流的一些开源项目也是软件，就像 P+4 的 Avoidance， 然后像普罗米修斯或者是 XT-Drone，
像这些的话，基本上都是跑在 ROS 下面，或者是我们的 Linux 操作系统下面的。然后白载计算机一般也就是使用无光头跑 ROS 操作系统，然后结合 ROS 可以实现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激光避障、路径规划、SLAM 图像识别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在这张图中的话，我们一般是飞控模块，然后有电机、有传感器，但它们之间的相互通信就跟机载电脑的相互通信是通过 Marlink 的。这里的机载电脑是树莓派 3B 加，树莓派 3B 加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图数传模块，然后负载相机，或者是一些传感器、深度相机，像 D43Y 等等。然后软件的话就是 Linux，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 VIO， 也就是视觉里程计，或者说是它的视觉 SLAM， 安全着陆，然后精准着陆、避障。中间层的话就有一些什么RTPS、Marlink 或者是英特尔的路由器。驱动这边的话基本上就一些执行器和传感器了。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是飞控加机载电脑的一个介绍。然后这个的话，这两部分的话也基本上构成了目前 P+4 的一个系统的整体的一个架构。